大家好，我是领子 Siki。这次因为韩国朋友舒妍结婚，所以我决定在2024年的9月份去一趟韩国旅游。去之前我先研究了一下文化差异，做了关于结婚的时候宾客应该要注意的事项跟礼金的包法，还有韩国的肩膀格斗传说，以及我这2个月的韩国语言学习挑战。毕竟这趟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参加婚礼，所以我研究了下结婚礼金的金额。依照朋友的亲近程度，其实包的金额也不太一样，但大致上普通亲友的话包的是55000，好朋友10万韩元，亲戚超级无敌霹雳好朋友是25万韩元。舒妍叫我不要包，因为他说我们要坐飞机要花飞机钱，但是不太可能不包吧。刚好我听说他们正流行送黄金，所以我就包一包5万5，另外一包我就是换成礼物，还有带高粱酒送给他爸爸跟你的小卡片，这样子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5万5韩元。另外他结婚的地方在青州，所以我推断我们应该是要搭建车，努力的学习2个月的多邻国韩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之后回台湾我还顺便参加了10月份的裸考韩语。阿奈是这次安排旅行的大神，他安排了换钱、交通，然后穿韩服，还有一些活动等等。但是其实这次他安排的是吃尽了骨头，因为不能用 Google 大神去看交通的路线或是公车路线，所以他每天都骂骂咧咧的，而我只能多花一点钱给他做金融治疗。我们为了省钱买了红眼班机，并且体验了一次传说中的睡机场仔。天才如何在机场稍作小妾，而我完全的失败了。我上机就使用了睡觉到站魔法、霹雳卡、霹雳狗狗，韩国的大王会陪你走入境，以及闪亮亮的女厕。我们在入境的时候看到那个奇妙的黄线，这黄线到底什么意思？要怎么开啦？是要这样撞出去哦？请知道的人跟我说一下咯。在地韩国换钱，阿奶的神力。我们在仁川机场换钱，我们有弄一个 Grace Trip 的换汇预约服务凭证。这个凭证里面呢，就是有怎么走，然后你换多少钱，然后它有没有附上交通卡跟储值，然后照着地图走呢，就可以找到那个人，就是换汇的人员。换汇的人通常会身着制服，举着一个小小的旗帜，然后在机场的一个很像艺术展览休息区的地方等着我们就换了钱。那个换钱的服务还可以加买 T-Money， 阿奶也顺便买，阿奶也买了那个卡片跟储值5000块的。因为币值差异非常大，所以阿奶想要记账，一直没有找到喜欢的记账软体，我就推荐了他天天记账。在天天记账打开之后呢，里面会有一个账户的类型，然后你挑选银行里面挑选你想要的去的国家，比方说韩国。改变之后呢，你就有一个选项可以选，然后你每次记账完就进来，从现金这边选择韩国，记录下去就会有同时显现韩元跟台币的金额。烦恼悬浮列车是否坐巴士蛮普通的，就跟普通的客运巴士一样。他们这个地下道跟台北车站有点像。决定先喝个咖啡，顺便等 check in， 试试看我学的韩文到底究竟能不能点餐呢？第一次在韩国买咖啡就完蛋，结果一进去就看到了点餐机台，店员一脸不要问我的气氛，所以机台的项目我们大致上只能用猜的，比起口说，感觉考更多的阅读。的经验让我觉得我这2个月所学的韩文就像风一样。我们小小休息以后，来到第一个家，房间导览 room tour。鞋柜吗？备品都放在这，拖鞋、室内拖。什么都在这，要逛逛我的拖鞋，这种应该是抛弃式的。然后小厨房，这不是灯开了吗？好亮。他们的小套房，小套房，对，不知道这边景色打开是什么。
哦，这个洗澡真的是要拉起来，因为它有点尴尬的厕所。他们这个好特别哦，他们的抽烟机，看看上面，哦，他们抽油烟机是这样的。他们抽油烟机的网子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，它给你盐，然后黑胡椒跟油，你可以煎蛋，你有种的话，哇！哦，该有好像是厨师的哦，但是放在里面煎也太挤了吧！这牌子的室内香还蛮香的，可以考虑买。它还有借你充电线呢。这个牌子蛮香的。老婆，你看，你不啥用？担心充电线。我没担心。心哦。哦，它有贴标签。其实我在这里面最不了解的白色是这个，房东好像是女生。它是跟这个最不搭的东西。你有一个小，你可以在外面哦，你可以在这里腌酱菜哦。我们去它旁边的传统市场逛街。有超过40年历史的传统市场，自1970年代成立以来，它一直是当地居民购买日常所需和享受美食的热门地点，保留了韩国最原始的市场的风貌，还有融合了现代的元素，让人们在购物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氛。汪源市场一般为每日的早上8点开到晚上的10点，每一家营业时间不一样。在访问前最好是确定店家的营业时间跟付款的方式。交通方面可以搭乘首尔地铁的6号线，在汪源站下车，从2号出口出站后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。那里是一个充满美食而且还有传统魅力的地方。在韩国的路上有一些要点，像是不可以拍照随便对着路人，然后餐点每个人至少要点1份，不可以叫店员拿猪码，一般会使用요기요或者是姨母，请店员来帮忙，也可以说老板撒江宁。然后吃饭的时候碗不可以拿起来，进店内用餐的时候要打招呼等等的。对啊。这边有一间我们想吃的辣椒包肉有名的店家，还有有名的可丽饼。可是辣椒包肉的店家要使用手机支付，而且超级考验韩语阅读之力。扣什么意思？一个杯子点了这个水果的，老公点白酱，它都是一个떡볶이。意外点到的米浆，以为是奶茶之类或是咖啡，结果是米浆。请大家好好的看这个故事。是什么？米得哦，然后还有汉堡肉，这汉堡肉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旁边那个酱是 wasabi， 超好吃。很扎实，好吃吗？因为里面有一些葱，所以味道比较香，它不会太咸啊，因为我没有怕很咸，它还好，不会太咸。帮我吃。那只是芥末哎，吃起来好搭哦，好特别的搭配哦。另外，在市场上看到这个神秘的植物，我们想了很久都不理解它是用来干嘛的。我揣测它可能是用来揍人的，或者是他们可能煮汤就直接拿起来嗑之类的。要是有人知道这个到底是用来干嘛的话，请务必留言告诉我。韩国现在有很多小店都要提前1天预约才可以进去里面逛。忽然就出现了，很忽然。哎，你可以印狗的照片，你可以印狗的，我们去印狗的。走，冲啊！我们做了蜜酱跟欧元的小铁盒，这是我的绿茶，我傻眼了。好神秘哦，冷泡茶包了。哦，那我是不是要一直拿着你？还误会人家，还说不是啊，我以为他的茶是让人蓄农地线采的。先喝你的好了，我的。望远团路上面有很多设计小物的店家，然后还有松鼠画画的店，还有一些古董店，我们都有尽情的逛。大家如果有去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看哦。
说要吃碰饼，喊了一整条街了。他一个人去点餐了，我们要帮助他。怎么办？你要选什么口味？哦。酷的店吧。真的耶。加在这边呢，烫死吗？내가 문제가 됐어. 내가 잘못한 거 왜? 맛있게 드세요. 这样子吗？有点像打那个双胞胎，压扁，但是它更湿润一点，因为双胞胎有时候很干。然后外面再裹一些料。配合树的扭曲盖的电线杆。自己在家做人参酒。韩国的瓦斯炉就是不一样。他以为是有什么，就是真的有白饭啦，但是酱包是这样，感觉不太滑哎，还不如买3500。应该买一个，拿。这旅途中呢，我们觉得最大的小诀窍就是拍照，然后指着照片上的东西跟老板说“一个就say哦”，这是一个超级好的点餐方式，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点餐成功。我是 Siki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超级感谢帮忙赞助这个影片，让我产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哦。那么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！超级感谢，终于开放啦！呜呜呜